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？他一句话、一个表情，甚至只是不回你讯息，你就整个人卡住了。工作没办法专心，讯息开了又关，关了又开，脑子里反复演练，我要不要传？要传什么？你明明知道自己在小题大做，却怎样都没办法叫自己停下来。而更让你讨厌的是，你恨的不是他，是你自己，居然又让一个人这么轻易的把你搞得一团乱。你以为那是你在生气，其实你只是照着别人设计好的按钮在反应而已。上一集我们拆解了7种会让你说不上来哪里怪的操控讯号，如果你还没看过，片尾会附上影片连结。但今天你会发现，就算你认出了对方是谁，只要他伸手一按，你的情绪还是会被牵着走。因为认出对方跟不被对方影响是2件完全不同的事。所以今天我们要处理的不是怎么认出对方，而是怎么让那个开关按不动你。先说清楚一件事，情绪防火墙不是叫你变成没有情绪的人。真正的高手不是完全不会生气，而是在情绪升起来的那0点几秒，他能自主决定要不要交出主导权。这集我会用神经科学跟赛局理论的角度，带你拆解那个开关到底是怎么被按下去的，然后给你一套马上就能用的方法，让你下一次不被情绪引爆。先问一个问题，为什么有些话别人听了没事，你听了却整个人炸开？不是你太脆弱，是你的大脑本来就是
没有情绪，而是你的情绪会不会变成他可以拿到手的战略资讯。你不放电，等于是把这场游戏完成他一个人的独角戏，让他一拳打在棉花上。他们要的从来不是你生气，是你失控之后把手上的牌全部摊开给他看。安卡拉这句话说得很准。赛局理论里有一个概念叫做资讯不对称。在任何一场博弈里，握有较少资讯的一方天生就站在劣势。操控者发动攻击，要的从来不是看你痛苦，是要拿到资讯。例如，你在意什么？你的底线在哪里？你会为了什么失控？一旦你反应了，这些资讯就全部交出去了，对方就能更精准地找到下一次攻击的角度。你不反应不是输，是让这场博弈继续维持在对你有利的资讯不对称里。这套3秒断电术放到不同关系里长得都不太一样。我用3个生活场景让你更有画面，更容易理解。职场上，如果主管在会议中用轻描淡写的语气否定你的想法，你的电流会在瞬间颤起来，会超级想当场反驳和辩解。这时候你不需要立刻回应，你可以说：“我再想一下，等一下再补充。”把不放电伪装成思考中。这么一说，其实你已经在用3秒法则了，只是没有人看得出来。家庭里，假设父母又翻出10年前的旧账来证明你就是这样的人，你的电流通常会又急又委屈。这时候的断电不是跟他们争对错，是提醒自己，他们现在讲的是10年前那个版本的我，不是现在的我。你不需要在当下赢过这场辩论，你只需要不被拉回到那个旧角色里。而伴侣关系，我会特别多说一点，因为这里的电流往往是最强的，因为那是你最信任也最容易受其影响的人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同一句话换成陌生人讲，你完全不会有反应，但换成伴侣讲，你整个人会瞬间被点燃。并不是因为那句话特别伤人，而是因为那句话出自一个你已经把安全感交托出去的人。比如吵架的时候，对方冷冷丢出一句“随便你”，然后转头走开。这句话会瞬间启动2种电流，一种是愤怒，一种是被抛下的恐慌。这时候3秒断电术的做法是，先不追上去，也不用更大声的话去回击，而是先给自己3秒钟，问自己：我现在是想解决问题，还是想吵赢这场架？你会发现，很多伴侣之间最深的伤害，往往不是发生在有情绪的当下，而是发生在情绪失控后说出的话。3秒断电术要保护的，其实不是你的冷静，而是你们的这段关系，避免在你最脆弱的时候，被你自己亲手画出一道很难愈合的伤口。记住这句话，3秒断电术不是要你变成没有感觉的人，是让你在最容易失控的当下，依然握着主导权。今天讲了很多，我帮你收敛成一句话：电流来了，先不动，再决定。这句话就是你的情绪防火墙。你会发现，防火墙从来不是要你变成一个没有情绪的人，而是让你在被按下开关的那0点几秒多一个选择。你可以感觉到电流，但不一定要放电。这就是今天这集我们一直在讲的核心。但我也要老实告诉你，防火墙能挡住的是当下不被情绪牵着走。可是它没办法解决一件事，当你已经很清楚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却不知道怎么开口，才不会被当成软弱，或是演变成一场战争。你可能会发现你成功不放电了，但下一句话该怎么说，你脑袋一片空白。你知道自己想拒绝，却发现讲出来的话怎么听都像在道歉。
你知道自己有底线，却怎么讲对方都听不进去。这就是我们下一集要处理的事，边界的语言学，让对方听懂不的高阶说法。不放电只是第一层防御，接下来你要学会的是怎么把不说出口，而且说的让对方真的听懂，而不是变成另一场攻防战。下一集我会给你一套具体的语言公式，让你的不听起来不软弱，不需要道歉，却依然让对方无从反驳。赛后想问问你，你最容易被按到的开关是哪一种？ A. 已读不回， B. 被翻旧账， C. 被当众否定， D. 被冷处理。留言告诉我你是哪一种，让我知道以后要多花点篇幅讲哪个情境。如果你愿意，也可以说说看上一次你成功不放电的经验是什么，那一刻你是怎么撑过去的？我很想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。如果这集对你有帮助，可以点个粉丝热推，或透过超级感谢小额支持频道的创作。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对桑木来说也都是很大的鼓励。不论哪种形式，桑木都真心感谢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，桑木心理观察站，我们下集见，拜拜。